2003年《西蒙巴黎》上映，不仅惊艳影坛，更成为无数人的青春与情欲启蒙。片中伊娃·格林大胆深邃的表演令人难忘，但导演贝托鲁奇想表达的远不止裸露与情欲。拍摄此片时，贝托鲁奇已经62岁，他将此片作为对自己60年代巴黎青春的寄托。片中的美国留学生马修正是他的化身。为了寻找女主角，他一眼相中了从未登上大荧幕、时年23岁的伊娃·格林，并惊叹她美丽得近乎下流。出于对这位情色大师的绝对信任，害羞的伊娃奉献了毫无保留的惊艳演出。因尺度大胆，该片曾在美国被定为 NC-17级，在金马影展甚至需签免责声明才能入场观看。然而时过境迁，这部当年的情色片如今已被奉为影史经典。如《卫报》所言，它是一封献给巴黎、电影与爱情的情书。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1968年春天，来自美国圣地亚哥的留学生马修独自走在塞纳河边。他内向孤僻，来巴黎快1年也没交到真正的朋友，电影是他唯一的慰藉。然而这一天，警笛声撕裂了宁静。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朗格鲁瓦被政府解聘并驱逐，激起了大规模抗议。马修站在人群中，目光止不住地瞟向铁门旁一个美丽的法国女学生。那女孩双手被铁链锁在门上，动弹不得。他只敢借着传单的遮挡偷偷看她，没想到女孩却主动开了口。马修赶紧上前帮忙，这时他才发现女孩根本没有被锁住，她只是调皮地开了个玩笑，用这种方式主动搭讪马修。这个名叫伊莎贝拉的女孩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人群中那个怯生生的美国男孩。就这样，两人相识了。伊莎贝拉的孪生弟弟提奥也走了过来，随性地往台阶上一坐，浑身散发着桀骜不驯的文艺气质。他们聊起喜爱的电影导演，正相谈甚欢时，警察突然开始暴力镇压，他们只能跟着人群一起逃离现场。暴乱从白天持续到黑夜，最终他们在塞纳河边停下了脚步。经历了这一整天，3个年轻人都饿坏了。伊莎贝拉拿出三明治，热情地分享。他们在河边边走边聊。伊莎贝拉突然模仿起电影精疲力尽的台词，用法式腔调高喊着：对姐弟俩而言，电影是他们逃避现实的避难所。马修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共鸣。突然大雨倾盆，马修撑起西装外套，护着伊莎贝拉一路奔跑，到了马修的旅馆门前。提奥上前接走了姐姐。马修站在旅馆门口，目送着这对孪生姐弟在雨中远去，仿佛将他隔绝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回到旅馆，马修因为认识了这对漂亮的姐弟而兴奋不已，他忍不住给母亲写信倾诉喜悦，写着写着，竟情不自禁地自慰了起来。第二天，提奥打来电话，邀请马修到家中吃晚餐。马修特意换上正装，如约来到那座巴黎豪宅。他打量着屋内豪华的装修，然而当伊莎贝拉带他见到母亲时，尴尬的一幕发生了。母亲对今天的晚餐竟毫无准备。原来这对姐弟事先谁也没提过要留客人吃饭，两人当着马修的面争执起来，马修尴尬不已。随后，伊莎贝拉又领着马修去见父亲，父亲正专注地裁着树叶，经女儿提醒才抬起头，淡淡地打了个招呼。伊莎贝拉的父母都是高知分子，父亲是著名诗人，母亲是演员。餐桌上，父亲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创作灵感，而马修却被一个打火机吸引了注意力。父亲认为他非常没有礼貌。马修于是开始了他的表演，他将打火机在格纹桌布上摆弄，发现打火机的长度正好等于每个方格的对角线，横竖斜放都严丝合缝，甚至对半分开，每一半也能完美嵌入格线之间。他用一个打火机测量了餐桌的尺度，也隐喻着个体与整体的契合。这番奇思妙想令父亲刮目相看，餐桌上的气氛也重新变得融洽。话题转到朗格鲁瓦被解聘事件，提奥与父亲爆发激烈争吵，父亲质问示威有什么用，提奥反驳说那也总比什么都不做好。见父亲固执己见，提奥当场揭露他没有在反战请愿书上签字，母亲不断从中调和，却无济于事。马修被夹在法国两代人的冲突之间，终于明白伊莎贝拉为何对家事避而不谈。最后母亲找了个借口，终止了这场餐桌上的争吵，并留马修在家过夜。长辈们离开后，伊莎贝拉关掉了电灯，点燃了蜡烛，3个人围坐在一起，聊起了感兴趣的话题，气氛渐渐变得轻松而愉快。
聊了一会儿之后，伊莎贝拉准备去睡觉。她站起身，居然像情侣般轻轻地吻了下提奥。马修心里感到一丝异样，隐隐觉得这对姐弟的关系非同寻常。紧接着，他也吻了马修一下，随后便潇洒地转身离去。半夜，马修想去上厕所，他摸索着走进浴室，习惯性地尿在洗手池里，却不小心碰落了一支牙刷，恰好掉在里面。回房时，他推开提奥虚掩的房门，震惊地看到伊莎贝拉和提奥赤身裸体睡在一起。他心乱如麻，但还是静悄悄地退了出去。第二天清晨，父母出门去旅游了。伊莎贝拉飘进马修的房间，轻轻舔去他眼角的眼屎，还说每天都会对提奥这样做。马修浑身不自在，伊莎贝拉却又开始模仿起克里斯汀女王中的场景，马修也配合地演了起来。两人玩起了猜电影的游戏，十分开心。洗漱间里，提奥拿出昨天被马修尿渍沾过的那支牙刷递给他用，马修婉拒，改用手指刷牙。伊莎贝拉神经质地想触摸马修的嘴唇，她觉得那实在太迷人了，甚至还想给他涂上口红。马修窘迫地想逃开，这时提奥脱口而出 I'd like to move your things here. Really? Sure. But you just met me 2 days ago. You barely even know me. This way we get to know you.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a hotel, do you? No. 马修转头问伊莎贝拉的意见，她说3个人一起住正是她的提议。于是马修搬离了那间狭小的旅馆，3人开启了奇特的同居生活。一天，马修和提奥为卓别林与基顿谁更伟大激烈辩论。提奥嫌伊莎贝拉的唱片音乐太烦，两人便打闹在一起。肢体接触远超普通姐弟的尺度。打闹时，伊莎贝拉让马修猜电影名，马修一下子就猜了出来。姐弟俩认定马修正是他们寻觅已久、同样热爱电影、灵魂相契的伙伴。于是3人决定一同模仿戈达尔《法外之徒》里狂奔穿越卢浮宫的经典场景。马修因为是外国人，参与这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很可能会被遣返回国，但还是决定陪他们赌上这一把。最终他们成功完成了挑战，甚至打破了之前的时间记录。3人兴奋地搂抱亲吻，又默契地念出电影台词。回家路上再次下起大雨，3人回到住处，电话响起，伊莎贝拉不愿接听，提奥骂了几句后，刚准备拿起听筒，对方便已挂断。提奥在卧室毫无顾忌地换好衣服，出门去买可乐。他离开后，马修悄悄拿起他的内裤闻了一下，随后又被伊莎贝拉的泳装照吸引。不料提奥突然回来，马修慌忙将照片藏进自己内裤，而伊莎贝拉换上白色工装裤，模仿起经典电影桥段。提奥没能猜出片名，伊莎贝拉便提出要施以惩罚。马修还未回过神，提奥便脱下裤子，对着墙上马林戴德利的海报自慰。几个来回后，他若无其事地穿上衣服，提议去楼下喝东西。马修看得目瞪口呆，整个人愣在原地。在咖啡厅，马修鼓起勇气问提奥，他和伊莎贝拉为什么相处得如此奇怪。提奥说 Joined here. Half an hour ago, I saw you look at her as though you wanted to strangle her. I did. I don't understand you. 又一个夜晚，游戏升级，提奥突然倒地，让2人猜电影，马修没猜出来，惩罚内容让他彻底震惊，要求马修和伊莎贝拉当场发生性关系。伊莎贝拉喝了口酒后，却出人意料地同意了。她脱去外衣，随着音乐起舞。马修吓得逃了出去，躲进了衣柜，却被提奥捉住。姐弟俩脱他裤子时，发现了马修藏在内裤里的伊莎贝拉泳装照，巨大的羞耻感让他晕了过去。等他醒来，他慢慢扑向伊莎贝拉，并发生了关系。一场笨拙的性事之后，马修惊喜地发现，平时世故又酷炫的伊莎贝拉竟把第一次献给了他。他以为自己在那段畸形的共生关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后的日子，伊莎贝拉和马修在每个角落释放欲望，整个家像一座情欲神殿，而提奥则在旁静静看书或静静看着他们。马修希望伊莎贝拉能从姐弟那种畸形的情感中抽离出来。他试探性地问，如果父母发现伊莎贝拉和提奥畸形的姐弟关系怎么办？伊莎贝拉决绝地说，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窥见他和提奥真实的关系。短暂的离开后，马修发现提奥重新躺在了伊莎贝拉身边。当马修还沉浸在3人一体的温存幻觉中时，提奥一句话便将他打回现实。You're a nice boy and I like you a lot. But no, it wasn't always meant to be.
I told you something else. Look, these are my Siamese twins. I wasn't joking. 这番话让马修骤然清醒，他拼命想要融入这场青春乌托邦，却发现自己永远只是一个被隔绝在外的边缘人。睡醒后，伊莎贝拉做了个黑暗料理，马修出于对伊莎贝拉的爱，鼓起勇气尝试，可还是难吃的吐了出来。外面的革命愈演愈烈，他们却始终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钱花光了，家里彻底断了口粮，他们3个人还都不会做饭。无奈之下，提奥去垃圾堆翻找食物，总算捡到一根香蕉。马修别出心裁地把香蕉均分3份，引得姐弟俩连连惊叹。日子一天天愈发拮据，提奥的革命小伙伴质疑他为何不参加运动，他敷衍几句便匆匆回到住处。马修和提奥一同泡在浴缸里，激烈争辩克莱普顿与亨德里克斯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吉他之神。话题随即延伸到越南战争，提奥满腔愤慨，表示自己宁愿坐牢也绝不会奔赴战场。马修却站在美军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两人争执不休，最后又默契转回电影话题。随后伊莎贝拉也走入浴缸，3人赤身共处一室，聊着电影，也直面这份逾越世俗伦理、饱受非议的相处状态。聊着聊着便沉沉睡去。醒来后，浴缸的水中已然晕开一片红色血迹，那是伊莎贝拉的精血。马修释然一笑，顺势在浴缸里表白。马修的心彻底冷了，他想要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爱，伊莎贝拉却不愿满足。3条灵魂溪流可以无限靠近，彼此交融，却永远无法真正合而为一。伊莎贝拉又提出爱的试炼，要求和提奥一起亲手为马修剃掉体毛。马修被这荒唐举动彻底激怒，却在愤怒中发现伊莎贝拉从未约会过。心碎之余，保护欲油然而生，他当即邀请她赴人生第1场约会，耐心教她落座、对视与牵手等情侣潜规则。两人途经百货商店，店内的电视正直播5月风暴的真实画面，街头燃烧的汽车，奔走抗议的学生，四处弥散的催泪瓦斯。伊莎贝拉说道，她和提奥从不看电视，不愿被外界的媒体洗脑。当他们的视线移开屏幕，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横亘整个路面的废墟，这近在咫尺的场面比任何喧嚣都更让人感到震撼。回到家中，马修执意要进入伊莎贝拉从不开放的房间，那房间犹如精雕细琢的私人神殿。他以全片最惊艳的姿态出现，扮成断臂维纳斯，白色布料缠绕着几乎赤裸的身体。两人正要亲密，提奥的房间里却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提奥正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这笑声瞬间打破了3人之间微妙的平衡。伊莎贝拉瞬间崩溃，疯了般拍打着提奥的房门。被马修拉住后，她歇斯底里地冲着马修咆哮，仿佛只要否认马修的存在，他和提奥就能回到只有彼此的世界。那一刻，马修才真正明白，无论他和伊莎贝拉有过多少次靠近，他心里那扇门始终只对提奥敞开，自己不过是这个双生世界的临时访客。3人终日闭门不出，仅靠葡萄酒消磨度日。一次马修酒后失态，嘲讽提奥怯懦逃避，外界街头革命如火如荼，他却躲在温室里终日沉溺电影与美酒。这番话戳中了提奥的自尊，他羞愧又愤怒，掐住马修的脖颈，勒令他闭嘴。恰巧伊莎贝拉推门撞见，误以为2人举止暧昧，打断了僵持的2人。随后伊莎贝拉带2人进入自己搭建的室内帐篷，3人同帐而眠。醉酒的马修不断告白，许诺自己永远深爱伊莎贝拉。可在马修沉沉睡去后，伊莎贝拉叫醒弟弟，执拗地让提奥对自己许下永恒的爱意。真相已然明了，在伊莎贝拉的世界里，马修只是闯入者，提奥才是他此生唯一不可替代的归宿。第2天，久未归家的父母因迟迟联系不上孩子，匆忙赶回了家中。面对家中一片狼藉，他们既愤怒又不安。当父母走向帐篷，眼前赤裸相拥、纠缠共处的3人，让他们瞬间震惊。这违背伦理的一幕，狠狠冲击了2位长辈的认知。父亲怒上心头，正要发作，却被母亲默默伸手拦下。夫妻俩最终选择沉默退让，悄然离开了这座混乱的房子，只留下一张支票，无声默许了一切。清晨，伊莎贝拉醒来后，目光落在了餐桌上的那张支票上，眼眶瞬间泛红。她立刻明白，父母曾在这个夜晚回来过。她寻遍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却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一张支票是他们留给孩子的回应。伊莎贝拉知道，父母做出了最仁慈也最残忍的选择，视而不见。但伊莎贝拉无法承受这种耻辱。她回想起当初对马修说过的话，如果他的父母看到了这一切，他会选择自杀。
他用橡皮管接上煤气的出口，拧开了煤气阀门，静静地躺在帐篷里等待死亡的降临。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又开始播放电影里的桥段，也许只有电影才是他唯一的语言。就在煤气灌满公寓的时候，一块石头砸破了玻璃，街上学生与警察的冲突已经全面爆发，新鲜的空气涌了进来。马修和提奥被突然惊醒，伊莎贝拉慌乱地把管子藏起来，还谎称空气里是催泪瓦斯的味道。三个人匆忙地下了楼。马修刚踏入街头，就被汹涌的人流冲散，直到游行队伍停下，他才在人海里重新找到伊莎贝拉与提奥。眼前火光漫天，路障熊熊燃烧，四周对峙的警察严阵以待。置身其中的提奥彻底蜕变，全然沉浸在这场街头抗争里。他信奉以暴制暴，坚信燃烧瓶与反抗暴力才是颠覆现状的唯一方式。可马修的想法截然相反，他抵触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认为这是法西斯的作风。截然不同的三观彻底拉开了三人的距离。马修望向伊莎贝拉那双曾满含深情的眼眸，他等着她走向自己。伊莎贝拉没有半点犹豫，转头跟着提奥冲了出去。失落的马修伫立在混乱的人群中，他转过身，带着满心的无奈与失望独自离开，与这对孪生姐弟分道扬镳。电影最后，法国国宝级天后艾迪·皮亚夫高亢的歌声响起，那首《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撕裂了空气。警察的大规模武装镇压开始了，催泪瓦斯在街道中弥漫，红旗在火光中翻飞。故事到此结束。UP 认为《西蒙巴黎》是一部充斥着大量隐喻的经典作品，这是导演贝托鲁奇对60年代青春浪潮的追忆，也是一场深刻的自我忏悔。影片大量运用法国新浪潮的拍摄手法，跳切、镜像、影中影、互文重构、深化对位转场，将一代人极致的迷影狂热渲染得浪漫又诗意。导演将情欲化作深刻的政治隐喻，用年轻人肆意放纵的躯体象征挣脱束缚的思想，用极致的赤裸宣泄他们心中向往的自由与革命。可到最后，影片狠狠撕碎了这场青春幻梦，揭露了这场革命的彻底虚妄。当父母撞破三人背逆世俗的荒唐场景时，只默默留下一张支票转身离去。这不是包容，而是彻底的失望与放任。在长辈眼中，这群沉溺幻想、颠倒世俗的年轻人早已无可救药，他们彻底放弃干预，不再管束，默许了这场荒诞的沉沦。在这座由电影构筑的乌托邦里，三人将迷影情节化作抵御现实的避难所。他们背诵台词，模仿经典，用光影替代了真实的生活。然而，当艺术彻底吞噬日常，避难所便异化为牢笼。他们熟忍万千经典桥段，却丧失了表达真实情感的能力。能精准丈量餐桌的几何尺度，却无法跨越人心的距离。伊莎贝拉甚至连一场真正的约会都未曾经历，生活不再是亲身经历的体验，而成了被电影预演的剧本。影片警示我们，艺术可以拯救灵魂，却不可以替代生活。1968年的巴黎，年轻人们正进行着两场革命：街头的燃烧瓶与公寓里的赤裸。贝托鲁奇将政治狂热与情欲探索交织在一起，却并未予以歌颂，而是冷峻地揭示了其背后的虚无。无论是提奥对革命的拥抱，还是马修在游戏规则下被动完成的初夜，本质上都是对传统的盲目反抗。当父亲目睹三人的荒唐纠葛，仅留下一张支票便默然退场时，成人世界的无力与隔阂化作了一场无声的审判。最终，床死间的乌托邦与街垒上的风暴一同走向崩解。提奥投身暴力，伊莎贝拉盲目追随，而马修选择了转身离去。他们激烈地反对一切，却从未真正知晓要建立什么。伊莎贝拉与提奥的孪生世界自成一派，马修从未真正进入。提奥的规则很直白，身体可以靠近，灵魂永远别想。而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只有在演戏时才活得自如，离开台词就不会说真心话，离开剧本就不懂如何相爱。马修在浴缸里表白，伊莎贝拉用一句“我们也爱你”温柔地将他挡在门外。马修与他单独约会，他却半夜摇醒提奥，说要永远和他在一起。他们疯狂迷恋电影里的革命，却忘了真正的革命从来不是演出来的。当孪生姐弟不顾一切冲向街头的混乱，马修终于明白，有些人注定不是故事的主角。散场了，有人继续演下去，有人选择清醒。而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告诉我们，选择本身就是唯一的真实。本期西蒙巴黎解说完毕，欢迎点赞、评论、分享，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我们下期再见。